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今天我们在基础的做法上变换一些材料，做新口味的椰子香古早味蛋糕。如果知道了怎么样变换，你也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来，太香太好吃了。我们开始吧。椰子油用小火加热1分钟。油加热到还没有开始冒烟，有感觉到热就可以了。有温度计你可以量一下，60到80度之间最合适，这样的温度只会糊化一部分的面粉。滴进面粉，不需要过筛，直接加进去。面粉糊化就类似于米饭糊化成粥，它可以增加湿润的口感，使蛋糕吃起来入口即化。这里是油太少了吗？不是的，是我故意减少了油的用量。蛋黄和椰奶都含有油脂，刚好可以补足配方中所需的油量。椰奶这里加水稀释，比例是1:1，当然你都可以调整椰奶多一些还是水多一些，差别在哪里我后面再做说明。拌匀，刚刚面粉先跟油结合，已经阻断了面筋的形成，所以这里你可以放心用力搅拌，面糊是不太可能起筋的。由于不同牌子的面粉吸水性有差异，像这样吸水性太强了，面糊过于浓稠，这时候就要慢慢的每次加5到10克的水来调整浓稠度。直到像这样顺滑、快速的流动状态就可以了。接着来打发蛋白霜，加入少许的白醋或柠檬汁来帮助稳定蛋白霜。先用低速打到起泡，然后分3次加入糖。接着你要用低速、中速还是高速都可以，我是用2档搅打，主要是先把蛋白打发起来，细不细腻那是后面的事情。在明显的纹路出现前，把糖加完就可以了。重点是这里开始，像这样明显的纹路出现后，转低速1档搅打来消除大气泡，蛋白霜才会细腻。古早味蛋糕对于蛋白霜没有太高的要求，适性或中性发泡都可以成功。像这样拉出一个大弯钩，你可以明显看到尖角是会晃动的，这样稳定又偏软的状态就是适性发泡状态。做古早味蛋糕达到这样就可以了。先混合一部分的蛋白霜，面糊和蛋白霜的质地非常接近，所以很容易混合均匀。拌匀后倒回蛋白霜中，改用刮刀用切拌的手法拌匀。你可以像这样轻轻地拨开蛋白颗粒，然后继续搅拌，再拨开蛋白颗粒，最后刮一下盆底，确保拌匀就可以了。最后的面糊非常的顺滑有光泽。我用6寸的活底膜，底部会进水，要用铝箔纸把底部包起来。内部垫上烘焙纸或油布，方便脱模。弄平表面，
蒸掉大气泡。撒上一层椰蓉，经过烘烤，椰蓉会变得香脆，给蛋糕带来多一层的口感。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下层，用水浴法烤80分钟。加入热水，烤完是这样的，马上脱模放凉。这就是我不喜欢用烘焙纸烤古早味蛋糕的原因。蛋糕含水量太大，造成纸变软了，很难把蛋糕拉出来。再加上古早味蛋糕非常的软，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把蛋糕弄破了。幸好底部还是美美的。看到了吗？有没有弹性啊？所以你抓到了变换口味的秘密吗？油品、液体材料和粉类材料你都可以随意变换，发挥你的创意，做成新的口味。至于好不好吃，那就要靠你一次一次的尝试，不断修改配方了。就好像我为什么要减少油的用量，这都是不断的完善配方的成果，才把好吃的配方分享给你们。椰奶稀释的比例也一样，你都可以根据喜好做调整，总量维持在80克就好。你如果特别喜爱椰香味，也可以用纯椰奶不加水稀释，味道会比较浓郁。口感嘛，我个人是认为失去了古早味蛋糕应该有的轻盈的口感。当然口感并不是绝对的，你们都可以自行调整。总之面糊的浓稠度拿捏好就好了。非常的柔软。好不好吃呢？赶快去做一个吃吃看就知道啦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